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熟悉我的一些老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去年呢，我花费了60万在河边改造了一栋房子。前几天我不是拍了个视频吗？想38万给它租出去，亏了几十万，好多人都在笑话我。那今年呢，又继续改造江边的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呢，计划用50万去改造，会不会全村人又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呢？那今天我们是继续有7个师傅在这边干活，今天到了很多材料，带你们呢一起过来看一下，顺便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天。今天啊有几个朋友也来到我这边看我改造房子。前些天啊，我们把整栋木房子都提高了，将近提高了20多公分左右。以后呢，整个木房子离地就比较高，它就不会出现以前那种现象，比如说这块方子和这块立柱和地面不接触，它就不会被那个潮湿腐烂掉了。看这边是拉了2车瓦片过来，青颜色的瓦片和我们家的那栋房子瓦片是一样的。我感觉啊，这样的颜色还挺不错，因为我们这是一栋木房子嘛。这里有一车，那这边呢还有一车，2台车拉在这边。那现在师傅们呢就忙着是钉屋顶上的瓦条，待会儿呢我们就是沿着房子走一圈，顺便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目前上面的一个施工进度。其实啊，在视频里面很多朋友给我留言，与其花费这么多钱去改造一栋房子，何不把自己家里的房子装修好一些呢？确实啊，挺纠结的。主要我个人还是太喜欢江边这些景色了。我们家呢门前有一座笔架山，但是啊没有这样的一条河流，所以啊我还是想在河边来改造一栋房子，以后用来养老。而且呢，我的一些粉丝朋友啊，经常都说，等你改造好房子之后，想来住一段时间。所以，一方面呢，可能是满足自己的一个愿望，一个呢，也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愿望吧。这背后的砖墙啊，我们是砌了4个砖。之前给大家说过，这个过梁的位置，我们再加了4块砖上去，相当于盖瓦了之后，上面就没有留下缝隙了。这样子呢，可以防止一些蚊虫啊，有些什么小鸟飞到房子里面。以后呢，这面墙我们都要全部做粉刷的，再做一个外墙的处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走上2楼去看一下。其实啊，最近一段时间是真的非常忙，每天呢要干很多事情，要给师傅们煮饭啊，还要去买一些材料。别看这么小小的一栋房子啊，但实际上所用到的材料还是非常多的。这些领子呢，我们已经反复的利用了好几次，现在呢直接是架在了房顶之上，用来作为领子来用。领子放好了之后呢，再钉上瓦条。这些领子呢，之前都是开过一个面的，专门让木匠师傅啊开了一个面。这边的瓦条都已经钉好了，现在是竖着钉这个长块的瓦条，待会儿呢还要钉一些小的瓦条，横着钉。因为我们盖的是那种琉璃瓦，琉璃瓦呢它是需要打螺丝的，所以你看这样的瓦条呢都需要很多，所以材料就非常多了。现在这个超出来的部分啊，后期我们通过调整要给它全部处理掉，然后它的整个尺寸呢都要给它固定起来。这些材料我们都是靠着木梯啊从这边给转移上去。这个镀锌管呢焊接的也是非常的结实，整个前部分呢我们是加高了，将近从立柱之上呢加高上去有1米多左右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楼梯过道，我们做的是2.2米的一个高度。以后呢，从这边可以进入这个房间，还可以进入那边那个房间，
就方便了许多。以前这栋房子啊，我们一直都在考虑怎么去爬这个2楼，怎么去进入房间，确实非常的纠结。还好啊，我们把这个前盖檐呢是扩建了1米多宽，刚好呢这上面可以做一个过道。这边呢以后就直接装上大玻璃，看可以看到江面的。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过道走过去。前部分呢我们盖的是整片的一个瓦条，因为上面呢我们是做了一个防水的处理。整个这个面呢比背后的面它的缓坡，它的坡度呢没有那么陡。我们是担心啊琉璃瓦下大雨的时候水可能会倒流，所以说我们上面是全部铺上了瓦条，然后呢再做了一个防水的处理，这个样子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瓦片倒流水的一个问题。这几天啊，我们这里铺了领子之后，这里栏杆也焊接起来，所以走在这上面还是挺方便的。整个2楼的楼层高度啊，比以前就高了许多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站在这里，距离屋顶呢，将近还有1-2米左右，看是吧？非常的好。而且后期啊，我们这些镀锌管全部要给它包裹起来，以后就看不到了。大家不用担心啊，装修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些镀锌管。以后木房子装修好了之后，整个从外观看的话，是看不到这样的镀锌管在里面的。改造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我们计划是用50万去改造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就很担心了，会不会又像去年那个河边的视频，改造好了之后亏了钱租出去，大家会不会笑我呢？确实我是非常担心的。而且啊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这边改造房子，整个全村的老乡啊都经常过来围观，看我们这个房子究竟怎么去弄，怎么去改造。很多人想都想不到，就说哎，原来木房子啊是可以这样子加高，给它升起来，变成2层楼的。现在我们整个从那边马路看过来的话，我们这栋房子就像一个2层楼的，确实啊变化非常的大。这也是我们大概2个月左右所做的一些工作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所站的这个露台呢，将近有80-90个平方左右。以后呢，我们在边上呢要打上栏杆，然后顶上呢可能会做一个凉亭，类似于凉亭的。以后就是我们整个2楼的一个院坝了。有朋友过来啊，我们在这边喝喝茶，还可以聊聊天。甚至于呢，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发发呆。到晚上的话，在这边放上一个凉席，在这里睡觉，看看啊远处的风景，看看对面的村庄，还有江面的景色，非常的不错。整个这条江呢叫做清水江，它的上游呢是贵州那边，然后流入我们湖南，从湖南流入第一个城市呢就是花源县，再过去呢就是保定县，最后流入幽水河，通过幽水河呢流入洞庭湖。所以说这条江呢自古以来就是有的，而且它的水质也是非常的好。这边呢有一座悬崖峭壁，在那之上呢有些小灌木丛。前一段时间啊，上面有好几个人在上面采草药呢。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像这样悬崖峭壁，很多名贵的草药，但是我们也认不得啊。有机会的话，下次我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上面的一个风景。其实整个这个回水湾呢是非常漂亮的，以后有机会啊，我航拍给大家看一下。赶快客人，赶快人那里还把长大了。背了那个子没背了，还不才搞木家不了讲，还不才把钱不了讲谈了。
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些瓦条呢，我们是间隔几十公分钉一块，因为啊，这瓦片的尺寸就是这么宽，我们是根据瓦片的尺寸来钉这个瓦条的。然后呢，瓦片我们要用螺丝固定在这根小小的瓦条之上。其实每个地方盖瓦应该都是差不多这样子，不知道朋友们你们的家乡是否也是这样子呢？看整个这外面呢，水平面还是有点点比较平的，不是那么陡，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做一层防水涂料，防止啊以后水会倒流。毕竟我之前就说过，这栋房子改造好了之后几十年不用再去换瓦片的，所以呢我们宁愿多花一些人力物力财力，也要一次性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好，给做好。以后如果啊出现倒流水再来返工，那就是真的太麻烦了。其实我们之前买的瓦条都全部够了，只是我们的前部分这样子改动了之后，所以瓦条是少了的。今天早早的呢，又去城里面买了很多瓦条过来。这背后呢，我们就是正常按着农村建房子这样子去钉瓦条，要节省了很多，隔一块钉一块。像这些呢是剩下的一些瓦条，我们呢丢下去也可惜，把它直接固定在这上面。很多人都说让我们把背后的这块地给买下来，谈过一次，价格实在太贵，所以感觉不划算，就不买了。旁边呢也都是老乡们的苞米地。我们这栋房子啊，实际上距离邻居还是有几十米的，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了。寨子里面有70-80户人家，绝大部分啊都是2层的小洋楼，房子都建得挺好的。像我们这栋木房子啊，算是整个村子里面为数不多的了，而且是非常靠近河边的。其他的房子呢，距离河边还是比较远。这里啊，距离城里将近有16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有5公里，交通呢也是挺便利的。平时呢，我们要买些菜，买些生活用品，可以到镇上去买。这是一个土家族聚居的村落，和我们苗族啊生活习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我这个人啊，性格可能就是这个样子。认准的东西可能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，准备了50万，就准备把这栋房子给好好的改造。改造好了之后，大家如果想笑，那就笑吧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啊，还请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